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用一个木棍儿1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些瓶盖给它拧下来。无论这个瓶盖拧的有多紧多牢固，也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打开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实用。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我们看在生活当中像这种瓶盖，打不开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瓶盖比较大一点，还比较容易些，一般都可以把它给打开。但是呢，对于生活当中这种稍微小一点的这盖子当把它给拧紧了以后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拧着盖子的时候，无论怎么拧也把它拧不开，怎么办呢？你看，像这个就是我在用的时候，无论怎么拧，把它也拧不开，因为呢这个瓶盖非常的小，手呢用不上力。但是呢，给它再垫上毛巾，我们来测试也是不行的，因为它也是比较打滑的，根本抓不住。它的原因呢就是一它比较小，二呢是这一节也比较短，所以说呢这样是不受力的，根本把它打不开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其实用个木棍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打开了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又实用给大家分享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需要的东西呢就是先找一条绳子就可以了，就这样的细绳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，把这个绳子这边给它先系一下，给它先打个结，把这两个给它弄在一起。我们看，就这样弄好之后，打好结以后，然后这个绳子给它这样来，就这样给它打成3节，打上3个圈，打好以后，然后呢，把它套在这个瓶盖上面，套上去以后这边是有点空闲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们就把这个木棍给它穿到这个里面，穿上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它是比较松的这个绳子是吧？然后我们旋转，多旋转2下，让这个绳子彻底把它给拉紧，越紧效果越好。看，这样拉紧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相当于杠杆的原理就可以快速把它打开了。我们来看这样这个时候我们逆时针就可以把它给打开。它这个原理呢，就相当于修机器拆机油滤式的一个扳手，就是这个原理一样的。我们来看，这样拧紧以后，我们逆时针来转，你看很轻松就打开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实用，怎么样呢？1秒钟是吧？只要把这个拧好以后，1秒钟就可以快速把它给打开了。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又好用生活小妙招，收藏必备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啤酒瓶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妙用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拿出来一个瓶盖，然后呢给它先砸平，砸完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大概砸成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瓶盖的周围边缘像不像锯齿的形状，一定要记住边缘这一块呢不要把它给砸得太平了，如果砸得太平了之后，等会儿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不太好用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垫个东西，我们把这个瓶盖上面给它再用手电钻给它钻个眼儿，一定要找准中间这个位置。哟，我的奶奶，我的 OK 钻完了。操作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拿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上面穿一个螺丝。好，在这边呢再拧个螺丝帽。然后呢，要把它给拧牢固、拧结实。这边加个钳子，用螺丝刀再拧一下，一定要拧结实。OK， 拧完以后我们看一下，它像什么东西呢？看看，是不是像一个迷你的切割片？然后呢，我们把它装在手电钻上来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工具好用不好用。我们先来切割一个 PVC 管来试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给切开。然后呢，用它也可以切一个木头，我们来试一下。
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还很不错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无论呢是切割木头，或者是 PVC 管，再或者呢就是在干活的时候，如果遇到空间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个啤酒瓶盖，就这样制作一个小的切割垫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。今天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穿针引线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非常容易，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老年人眼睛花了，穿这个线的时候呢，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把它给穿进去。没有穿进去的原因呢，就是这个线你看一下这个前头呢毛烘烘的，而且这个线还非常的软，所以呢在穿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吃力，费半天劲，老年人也没有把它穿进去，怎么办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瓶盖的力量，用它呢就可以快速的穿进去这个线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瓶盖用个剪刀从中间给它剪个豁口，这边剪个豁口，然后在它的对面这一侧再剪个豁口。剪好豁口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就这样的。接下来呢，再需要找一条电线，然后呢给它拨出外皮。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拨的稍微长一点，这样拨好以后，然后呢抽出来一条线，我们只需要用一条就可以了，把它给拔出来。这个线是比较硬的，是个铜线，然后呢给它做个对折，我们看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把这个线给它放在这个瓶盖上面，塞到里面的豁口里面，给它这边塞进去，然后呢这边也给它塞进去。塞完以后就这样的，接下来把这个给它窝过来，用个胶带给它粘一下，固定一下这头。我们看这样固定好以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针在这边给它拉一下，轻轻的拉一下。我们来看，这样一个非常好用的穿线的小工具就制作好了。你看，因为这个铜丝比较细，它也比较硬，它要比这个线硬得多。我们穿线的时候来看，就这样，穿过来以后，然后呢把这个线我们再给它穿在这个孔里面，拉过来。你看这样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线穿过来了。你看怎么样呢？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实用？是不是？两个啤酒瓶盖上面粘上一个弹簧，它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。邻居们看到以后都抢着用，也都说非常好用。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，这是一个省钱的小妙招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这两个瓶盖呢，一个瓶盖上面需要打一个孔，另外一个瓶盖不需要打孔。然后呢，先把这个打孔的瓶盖上面打上一圈热熔胶，然后把这个弹簧给它粘上，让它先粘牢固了以后，然后接着把另外一个瓶盖的周围也打上胶，然后紧接着把另外一半再给它粘上，粘牢固了以后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平时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你看它的弹性非常好，而且也特别柔软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用双面胶把它粘在墙上面。你看这里面因为有个孔，也可以在上面钻上一个螺丝，打上一个螺丝呢会固定的更牢固，把它安装在门后面。这样在开门的时候这门再也不会碰墙了，不会把门碰坏，也不会把墙碰坏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防撞门神器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把它分享给你。注意看，真是高手在民间。画面中的小哥用啤酒瓶盖做了两个非常有创意的发明。第一个发明就是先在瓶盖中心的位置上用笔做一个标记，然后用电钻钻一个孔，再找来一根长螺丝，先穿到瓶盖上，在螺丝上放一个平垫，再放一个弹簧垫，然后又找来一个螺母拧上，把它拧紧了以后，紧接着立刻马上把它加到电钻上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开孔器。可不要小看了它，平时在塑料管上或 PVC 板上开孔时，没有开孔器就可以用它，开孔速度又快又好用，真的是太有创意了。再来看看用瓶盖的第二个发明，先把瓶盖上的螺母拧松，再把螺丝拆下来，再用钳子把瓶盖边缘给它掰平整一些，然后再用锤子反复敲打瓶盖中间，彻底敲平以后，再把刚才的那个长螺丝穿上，再放上垫片，然后再拧紧螺母，紧接着立刻马上把它放到电钻上夹紧，就是一个迷你切割机。无论是切割一些小物品，还是狭小空间切割 PVC 管，速度都是非常的快，真是有创意的发明啊。
瓶子上面的盖啊拧得太紧了，无论怎么拧都把它打不开怎么办？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用一个绳子，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把它们快速的打开瓶盖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。我们看，无论是这种水杯上面的盖子，还是这种瓶盖，或者是这种上面的瓶盖，当我们把它想打开的时候，无论怎么拧把它拧不开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绳子，比如啊就这个水杯，你看啊，因为拧得太紧了，打的时候呢怎么拧把它都拧不开。我们看，因为拧的时候呢用不上力，这边呢也没有这个防滑的设计，这样拧的时候手始终抓不住它，也用不上力，拧不开怎么办？你看啊，然后我们来垫个毛巾再来测试一下，也是不行的，非常打滑，根本抓不住，拧不开。我们来看，现在我们用这个绳子教大家如何1秒钟快速的把它打开。首先呢，我们找一段绳子，我们来看，把这2头给它先系一下。我们看，先把它绑在一起，就这样绑好以后，就是一个这样的圆滑的形状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折叠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弄成这个样子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弄点水，先把这绳子泡一下，只是给它泡湿了就行。泡完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把这绳子给它套在这个盖上面。套好了以后呢，接下来这边啊，我们在家里可以找个筷子啊，一次性筷子或者是其他的筷子也可以，穿过来以后，这样一直旋转这个绳子，让它拧紧瓶子盖，让它收紧，收得越紧效果越好。你看，收紧了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开始拧这个瓶子盖，收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拧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收紧了以后，这样一拧就开了。我们仔细看，这样相当于是借助一个杠杆的力量，看打开了，是不是非常的速度快，是吧？只要做好准备工作以后，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把它打开了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瓶子上面这盖拧得太紧了，无论怎么拧呢，把它也拧不下来，怎么办呢？如果去用一个钳子把它给夹下来的话，你看根本也夹不住它。想夹住拧的话也没办法固定，是不是？你看张这个口啊太小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想要用个管钳把它给夹住的话，但是呢，你像这个管钳啊，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的，也不实际，是吧？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盖给它拧开呢？你看我这个呢，就因为啊拧得太紧了，无论怎么拧也抓不牢固，手呢总是打滑。但是呢，在这儿垫个布再拧呢，也是拧不动的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今天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。其实呢，用一个笔，然后再加另外一种东西呢，也是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瓶盖给它拧下来。我们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啊。首先呢，就是需要找一个鞋带啊，从鞋子上面拆下来个鞋带，或者找一个这样的绳子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啊，把这绳子这头呢先给它系在一起，绑在一起，就绑成这样就行了。先绑一个大圆圈的形状，绑牢固。就这样绑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，把它这样转一圈，给它套在这个瓶盖上面。套上去以后，接下来呢，就用这个笔啊，把它穿在这个绳子里面。因为这边太松，是吧？这样旋转几下，再转几下，让它转的非常的紧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再来拧这个。它这个原理呢，就相当于啊，汽车上面换机油滤芯的时候用的这个拆机油滤芯的扳手是一样的，这样拧。如果这样拧的时候，你看还是打滑，就说明啊这个绳子太松了，再给它拧一下，拧的越紧它越不打滑。我们再来看，这样就非常紧了，还是打滑，不过开了，你看已经拧开了，怎么样呢？这个方法呀，其实啊就是当家里的瓶子啊拧不动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了。其实这个原理呀也非常的简单啊。怎么样呢？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好用啊？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，我们啊共同学习交流一下。我们把啤酒瓶盖塞到电钻里面，居然这么厉害，它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。我们来看，这是一个啤酒瓶上面的盖子，我们把它这样给它塞到电钻里面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盖给它先
拿下来。我们看拿下来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用钳子先把这个瓶盖给它修整一下。我们把这边这一圈给它用钳子就这样给它捏一下，先捏一圈。我们看，用钳子捏也行，或者是用锤子给它砸一下也行。砸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切记，不要把这个瓶盖给它砸得太平了。如果砸得太平的话是不行的。我们看，只是大概给它修整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，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这边，然后把这个电钻上面，我们给它先安装一个，先装一个钻头。接下来呢，用钳子把这个瓶盖夹住，夹住了以后，我们用这个电钻在瓶盖中间的位置给它先打个孔出来。钻好孔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用一个螺丝杆找个螺丝杆，再找个螺丝帽，我们把它拧上面。在这呢，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螺丝杆给它固定牢固了。我们用钳子夹住它，再用螺丝刀给它就这样拧紧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把这大概给它就这样，再给它修整一下。好，修整完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拧在电钻上面，先把这个钻头给它拿掉，把它装上电钻上面。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你看，假如一些狭小空间，我们假如呢角磨机不能切割这个管，或者是想要切割这木头的时候，角磨机根本放不进去的时候，狭小空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切割了。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我们来看，先看一下这效果。现在它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切割机，切割一些小东西还是非常方便又好用的。我们看一个非常好用的小切割机就做好了，是不是？来切割这种 PVC 管或者想切割木条都是非常好用的。来看，也是非常不错的，非常的实用。这个就是把啤酒瓶盖塞到手电筒里面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活口把手还有3个隐藏的功能，每一个功能都非常实用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豁口这个地方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手这边这个圆孔的位置，第三个呢就是开口这个地方。我们只知道用它来拧螺丝，其实开口的地方还有个最重要的功能，在生活当中呢都非常的实用。首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第一种啊，就是这边这个豁口的地方，操作的时候呢，先把这个豁口给它调紧。调紧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就出来了一个孔，是吧？这个孔呢，它可以起到一个羊角锤的作用。我们用它就可以起掉一些螺丝，你看，比如这个螺丝还有钢钉之类的。我们使用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啊，把这个放进去，看到没有？把钉子这个帽把它卡在这个豁口里面，卡好之后，我们这样就可以拔钉子了。我们来测试啊，看一下 ，OK， 就可以把这钉子拔掉，是吧？像这样的螺丝也可以啊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看到没有？就这样把它放进去之后，然后呢，就可以像羊角锤一样操作，就这样往上一用力一拔就掉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方法呢是不是非常好用，是吧？然后给大家再分享第二个，就是把手上面这个圆孔。很多人只知道啊，这个圆孔只是起到一个可以把它挂起来的作用，但是呢，它还有个重要功能啊，就是我们用它可以啊，看一下这儿有个粗铁丝或者是细钢筋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想把它给折个弯的情况下呢，一般用钳子。假如这个钳子它握不动的情况下，或者是没有钳子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边这个圆孔，也可以把它轻松的给它握个弯。比如啊，给它握个圆弯，或者握个90度的弯都是可以的啊。首先我们看啊，就这样用力把它套进去之后，然后就这样用力来看，这样看到没有，就可以握个90度的弯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用它还可以握个圆圈也是可以的啊。然后也是一样啊，把它放进去之后呢，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握一点之后，然后再挪动，把它握一个圆弯也可以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呢就是这个圆孔它的第二个妙用。然后呢，这个圆孔啊还有另外一个特殊功能啊，给大家也一下子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内流角啊，当我们拧这个螺丝的时候，把它放进去以后，因为这儿比较短，是吧？我们如果直接这样拆的话，用不上力，这个螺丝拧的比较紧，用不上力，不容易拆下来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圆孔啊，就这样把它就这样啊放进去以后，我们来看，就这样就可以
加大它的扭矩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螺丝给它拆来了。当我们想把这个螺丝拧紧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用这个圆孔啊，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螺丝啊拧得非常的紧。它的第三个特殊功能呢，就是假如我们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呢，如果遇到这种厚的铁板或者钢板的时候呢，想要把它窝窝的时候啊，如果想用钳子这样窝的情况下呢，因为这个铁板比较厚，夹住以后呢，当我们窝的时候啊，根本夹不紧，这个钳子这个嘴就会张开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到活手钳子上面这个位置了。然后呢，这样夹住之后，把它调紧，然后呢，就这样用力往下按，看一下是非常的吃力啊。就这个硬度，如果想用钳子把它给窝下去的情况下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大家如果还知道其他的使用方法，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有些朋友经常问我说，家里的 WiFi 密码自己怎么更换，怎么更改？这个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，操作方法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打开手机上面的设置，然后呢在这儿找到 WiFi， 点开以后，我们看一下现在连接的就是这个宽带，这个无线网。然后呢后边有个感叹号，把这感叹号点开，点开以后往下面滑动，看到这儿有个路由器，然后后边这有一个 IP 地址 192.168.8.1， 这个呢就是家里面路由器它的管理网址。其实呢在路由器的背面也是有管理页面，也是有它的管理网址的。在手机的浏览器上输入这个管理网址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自己修改过 IP 地址的情况下，这个管理页面呢就进不到路由器它的管理页面了。所以呢最准确的方法呢还是看手机上面的 IP 地址。然后呢我们记住这个之后把它返回，然后打开一个手机上面的浏览器，最好是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，或者呢是自己下载的都是可以的。在这儿呢我就打开一个自带的这个浏览器，打开以后在输网址这里输入刚才的那个网址 192.168.8.1， 输入完以后点搜索，到这儿呢显示有这个网页版还有下载版，我们点这个网页版就可以了。点开以后在这儿呢输入路由器的管理密码，我这个密码呢是8个0，输入密码以后然后点确定，这样就进入路由器管理页面了。到这儿呢选暂不登录，好，在这儿呢可以往这边滑动，在这儿放大看一下，这个呢就是家里的 WiFi 的名称，然后下面呢就是 WiFi 的密码，我们把这个密码就可以给它修改了。点入以后把上面这个数字给它全部都删掉。然后呢假如我们想修改密码，修一个5678或者是5678，最少的是8位数。输入完以后到这儿呢我们再点一下上面的这个保存，然后呢到这儿之后显示呢保存之后它就会和这个 WiFi 它就会断开连接，然后呢需要再重新连接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在这点确定，保存成功。好，这样的这个密码就修改好了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WiFi 呢已经断了，是吧？断了以后呢我们再回到设置里面，还是找到 WiFi 这儿，然后呢还是打开这个，我们输上刚才的密码，然后给它连接上。密码呢就是5678，刚才设置的2个5678，然后点加入。好，这样就连上去了，这密码呢就修改成功了。操作方法非常简单。今天才知道原来用一滴水就可以修好家里坏掉的这些 LED 灯，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。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看这个 LED 灯，给它先拧在灯口上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电它不亮，确实就是它坏掉了。然后呢把它再拧下来，处理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个灯罩给它先拆开，拆的时候呢就在它的周围就这样捏一捏，捏完以后呢这个罩子就可以把它给抠下来。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很多这个黄色的东西，它呢就是一个小灯珠。这个 LED 灯呢这些灯珠它都是串联在一起的，只要有一个灯珠坏掉了，这个灯它就会不亮。所以说我们要找到坏的灯珠，这个坏灯珠一般呢都是颜色发黑。我们看这些里面呢只有这个颜色发黑，就说明就是这个小灯珠坏掉了。
然后呢，用个剪刀或者是刀片之类的啊，把这个灯珠上面黄色的这个东西呢给它抠掉。抠掉之后，然后呢，把下边这些东西呢都给它刮干净。好，刮干净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先把它放在这边，再找一个铅笔头，然后呢放一张纸，用刀片刮一点这个铅笔沫。这个铅笔芯儿啊，它是石墨粉，它有个重要的功能啊，就是说啊，它可以导电，所以说要刮一点这个铅笔沫。这个方法呢，是我前几天从一个老师傅那儿偷学过来的，感觉非常的实用，所以说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修灯的方法。其实呢，非常的简单又好用。刮好了以后呢，然后啊，我们就开始把它弄在这个灯上面。铅笔沫它有个导通的功能，它的作用呢，在这个上面呢，它可以把这个灯珠两侧给它连接起来，连接起来以后，这个灯啊就可以点亮。好，我们把它一定要倒在这个坏的灯珠上面，然后呢，用502胶水啊，说的这个水呢，就是这个502的胶水，把它滴在石墨粉上面。把边上多余的胶水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以后呢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灯啊，就这样就处理完了。过了没有几分钟，看这个胶水啊就已经干了。然后呢，把它拧在灯口上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啊，看一下它这个方法到底好用不？哎，你看亮了是吧？非常的亮，这方法确实很不错啊，很实用，又简单又实用，是吧？用这个修好灯以后呢，这个点啊，它永远也不会掉啊，因为粘的非常的牢固。所以说用这个方法修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电磁炉，客户说是不能正常加热，我们开机试一下。加热一会儿以后，然后就成这样了，断断续续在这加热。这种问题就属于是间歇加热，然后我们把它拆开检查一下。这种故障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主板，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。没有虚焊的，如果没有虚焊的情况下，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主板，我们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可调电阻。像这种故障大部分都是这个可调电阻坏了，一般的都不需要测量，这就是经验修的，因为修的太多了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换了试一下，看到底能不能修好。拆下来这个旧的是型号是501，这是一个500欧的，然后我们找个同型号的给它换上。如果没有这种可调电阻的话，也可以用个300欧的电阻代替它。维修这种故障，如果发现电磁炉上面有这种可调电阻，我们不需要测量，直接上手给它换了就可以。换好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试一下机器，看到底能不能修好。这个炉盘中间这个是温度传感器，这个上面的硅胶已经没有了，这个必须得抹硅胶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需要抹上。不抹的情况下，它会出现测温检测不到位，它也会报错的，不能正常加热。然后我们再开机试一下。好了，没问题了，这个故障维修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像我们家里边的这些旧手机，实际上可以让它变成一个远程监控的。然后旧手机像我这个黑色的，这个是旧的，然后我们下载个软件，下载软件以后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家里边，然后我们出门带另外一部手机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家里边的情况，比较方便。看这效果挺好是吧？我们先在这2部手机上同时都下载个软件，然后我们先下载这一部，打开应用商店，然后在里边搜索掌上看家，
这部黑色手机是放在家里边的，我们下载这个蓝色这个图标，掌上看家采集，把它安装上，然后正在安装，然后在这个手机上再下载一个，也是搜索掌上看家。我们下载掌上看家这个红色图标，这个安装。我们先打开这个采集端这个软件，打开以后在这儿点下同意，然后点下生成二维码，然后我们再拿另外一部手机，也是打开这个软件，点下好。这儿是有一个协议，点接受，然后点击添加采集端设备，点好，然后我们用这个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，添加摄像头成功，然后我们打开摄像头看一下，已经出来了，好像没问题了，画面已经出来了。可以远程，也可以语音，功能不错啊。